君宇律师楼，华人自己的律师楼。为什么王君宇律师楼做移民？我们采访了几位王君宇律师的客户，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律师很冷静，他说的不多，但是他就跟我说不要急，这个事情可以解决的，不是像你说的好像天要塌下来。事情都是王君宇律师帮忙，服务态度非常好，非常有能力，非常有责任心。王律师是真的非常专业，而且能非常有爱心，对啊，非常有爱心，非常专业，然后很有智慧呀。他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，做事情都很用心，就是帮你们帮我去做每一件事情。律师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，非常有策略的，能够帮我拿到绿卡。我可以说他是我见过所有律师之中最专业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王君宇律师楼的新一档节目《真假律师说》。相信大家来美多年，和许多移民律师、中介都打过交道，但在找律师时找了太多律师了，就根本不知道哪些信息是真的，哪些信息是错的。所以在节目中，王律师会以自身的移民经验和移民法律，给大家纠正其他律师楼提供的错误移民知识。首先，我们来欢迎一下王君宇律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君律师。我做移民有20年了，是专门处理移民。我们的所是办理比较复杂的移民疑难杂症，可以这样子说。我们是律师界的，就是癌症患者都会来找我们。如果有犯过罪啊，要处理移民后果啊，或者被抓进去移民牢了，所以呢，最近特别忙。是，那我们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，需要移民帮助的朋友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。纽约办公室电话是718-353-9264，或者加州电话626-396-9264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将来讲这个何博亚律师事务所的 Harrison Law Firm PC， 他提供的一些错误移民知识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。娃娃上交的话，它大约什么时候能批下来？现在？需要很久，就是娃娃本身需要3年左右。所以视频中他回答这个网友的问题，关于申请娃娃家暴绿卡的申请时间，说只需要3年左右。王律师，这对吗？我不知道这个3年的数字是从哪里挖出来的，可能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吧。可是呢，法律来讲有规定，那个 I-360 就是 VAWA 的前步骤是要在180天内审核，所以呢，移民局往往会玩这个技巧，就是给你一个 prima facie determination 来满足这个180天的规定，然后真正的批准是会比较拖，可是呢，法律是规定180天，所以可以做催办案。然后呢，360批准之后还有排期，所以这个律师应该是没有经验，看上去蛮嫩的。就是现在排期都排期很久了耶，这个数字呢也不是说那一年减去现在就是多久，因为不是每个月会进步的，所以呢，等待时间超过3年。再来看他的下一个视频。会有难度，因为如果希望他的例如如果希望他的公民配偶给他的小孩申请移民，那他们2个必须在小孩满18岁之前结婚，然后这样他听起来是至少满18岁之后才结婚的，所以至少配偶不能给他申请，然后他自己就是像自己本身没法给他申请移民，因为他没有获得身份，那这时候孩子最多能做的就是自己申请旅游签证或者探亲签证。下一个视频他还是回答这个另一个网友他的问题。这个网友说他去年是和公民配偶结婚的，然后他之前是以 B2 旅游签证入境的。
庇护输了，现在移民法庭还没有开庭，可是呢，他在国内有个20岁的孩子，想问一下他现在的这个公民配偶可不可以申请孩子来美国？然后他说不行，只能做 B 旅游签证。王律师是这样子吗？我唯一跟他同意的是那个公民的配偶，就是这个孩子的后妈不能直接申请他，因为后妈可以申请的话，一定要是在孩子结婚18岁之前，这个是我唯一同意的。可是后面我不同意的，他有别的选择，就是要经验丰富才知道移民的各种选择，然后他们的结合性，所以呢，我可以跟你讲还有选择的，而且也是要通过这个老婆，所以这个爸爸呢，就是这个主要问问题的人呢，他的老婆可以申请他，因为虽然他在上庭，他可以把他庭取消，或者跟法官转身份、调整身份，做绿卡，然后直接让这个公民老婆申请他绿卡，拿绿卡之后，他就是绿卡的爸爸了，当然可以申请成年孩子，只要孩子是保留单身，这个是 F2 的等级 ，F2B 应该是。然后呢，如果这是一个选择，另外一个选择呢，就是庇护家属。他这个对庇护来讲呢，这个孩子的年龄是锁住，从庇护递交之后就一直锁住了。所以我有客人呢，就是老到不行了，现在可是还是能做这个庇护家属。然后所以呢，他爸爸可以就是不做这个亲属移民的申请，直接就是奔着庇护走，然后拿了庇护之后呢，就可以申请他儿子庇护家属。Right， 所以儿子哪怕在这个上庭当中呢，21岁以上的也无所谓，因为庇护已经是锁住年龄，从递交庇护表那一天开始。那这个爸爸就要做选择了呢，到底是要走庇护的路，还是走亲属移民的路？因为法庭只会让他走一条路，所以这个才是他的真正的关键性的问题。那我们继续下一个视频。如果她老公是美国公民，然后在提交 L30之后，老公去世了，那其实这对她的申请没有影响，她一样可以获得身份，因为公民的丧偶，他们如果公民在申请过程中去世，这对他们申请没有影响，这个申请会自动从结婚申请变成丧偶申请。这个视频中，他回答这个网友，他的情况是在他先生申请函130批准之后，这个先生的就是申请人去世了，对他的绿卡申请有什么影响？因为他的绿卡还在等待中。那这个律师呢，他回答只说，就是如果申请人是公民的话，就不受影响。王律师他讲的对吗？不对，这不是只是限制于公民，这个死亡的那个还是能申请到身份 ，right？ 这个是 INA 204，不是240 204。然后呢，受益人可以有很多，所以不是光说如果只是亲属移民，而且是这种直系亲属，任何亲属移民的等级，还有呢。劳工移民，还有庇护家属啊，还有就是 T 签证的人啊，还有所以还有 VAWA 的人啊，所以有很多，来，哪怕就不是说只是限制于这样子的申请人，死亡了。另外呢，就是他关键的条件是要住在跟这个死亡的人。跟他一起住在他死亡之前，所以呢，这个才是最难的。所以按道理来讲呢，那些要亲属移民从海外做领事馆程序亲属移民过来的人不能受益，可是其实还是可以受益，因为有一个 humanitarian exception。所以关键的条件是跟这个死者住在一起，在他死之前。那而且在他死的时候，就是你在他旁边，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直跟他住在一起，一直到他死那一天。当然他死那一天应该是在医院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从哪里到医院呢？应该是你们的住宅 ，right？ 所以
如果是暂时离开一下，他当时死的时候你不在旁边也 OK 的。可是按道理讲，就是跟他住在一起的意思。然后还有那个 humanitarian exception， 如果你是那个做领事馆程序，或者呢就是有什么就是原谅你这个条件，因为你有什么人道的原因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视频。所以视频中呢，他回答这个网友问说，到底去面谈律师陪同到底有没有用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回答。之后在短期之内参加了很多面试，因为川普上任之前，我当然也参加很多面试，可是他就算这几个月，就是我们每个月需要要么本人去，要么电话上参加很多面试。我从来不电话去面谈，OK， 因为就是那个官员可以直接就是把我 mute 掉，right， 就是把我当作不在，然后你也会需要翻译，所以不能两个人都在电话，要么律师在电话，要么翻译在电话，不能两个人在电话，所以翻译在你旁边，然后律师在电话上，你觉得谁应该在你旁边？当然是律师咯，对不对？怎么应该是翻译在旁边呢？就是直接把你 mute 掉，就是你，而且他后面还说什么不会怎么讲话，那他的存在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。这电话有没有在都无所谓了，怎么可以电话上？我从来都不电话上，而且电话上呢也是那个官员的选择，要不要让你的律师电话上，他也可以不打给你律师，不让你律师电话出现。所以我在全美都有飞过去问话。继续看视频。然后很多时候律师的帮助不是很大，就是一般时候我告诉，就算是我们客户告诉他们，律师能为你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，就是在面试之前，首先是确保你提交的是一个完整的申请，包括申请表、申请材料。OK， 律师的帮助不是很大，真的是就不用请他了。因为我觉得问话是最关键的时候。right， 我在做一个申请的时候，绿卡申请的时候，或者不管是劳工移民还是亲属移民，因为劳工移民现在有问话了 ，right， 都是 不是光填表，然后选择可不可以要不要陪去。我觉得关键就是问话，因为问话取决于批或拒，因为你当面见的那个人就是批或拒你的那个人，那么难得的机会，就像见个法官 ，right？ 你怎么可以就是忽视呢？这是最关键的时候 ，right？ 而且也是在问话的时候可以纠正表格啊，然后也要被审问啊，所以这就是关键的时候，就是好像上庭 ，right？ 大庭的时候，你那个全部的表格递交啊、材料递交啊，都是为了那一天，所以问话对于这个书面的申请也是一样的道理的，那个是关键性的，所以我从来不会就是当那种就是被请过去问话的那种律师，我只有去问话关于我自己的申请，从头到尾是我的客人，因为真正的就是做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在问话的时候。然后表格没有什么问题，有面试之前可以给你像这样一个视频或者面对面的模拟面试，一个面试培训。因为不管谁上任，移民官在川普上任之前、上任之后问的问题都差不多。我看他是第一次见客人预备的时候吧，预备是重要的，可是呢，那些表格那些东西，这个是在递交之前就应该就是跟客人见完面了，过目过了才递交。我们所都是这样子，我都会跟客人过目，本人一起过目那个表格的内容，在递交之前，而不是说等到递交之后问话之前才预备他们之前都不知道这个内容，然后表格的东西，所以表格的内容应该就是不是很重要，因为你递交之前就应该清楚你递交的东西是什么了，
然后呢，而且是准确的，然后才递交。所以预备只是一个，就是真正的聊的应该是关键点，就是那些敏感点，怎么回答敏感点 ，right？ 那怎么回答敏感点才是关键的。客人的预备就是他知道他的生日，他知道他的名字 ，right？ 可是如果是用过不同的名字啊，或者生日也用过不同种啊，那怎么应对这些问题啊？或者有犯过罪，怎么应对这些问题呢？这个才是预备要预备的话题，而那个也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问话的时候，然后问话的表现，而律师在问话的表现，不是说客人对官员不要听律师回答问题，可是呢 ，right， 官员需要听到律师讲话，因为律师有个使命去问话的，那个使命就是帮助官员批准客人的案子。我们真的到面试的时候，首先应该就让坐最里面或者后面，然后这绿卡面谈并不是上庭的流程，所以并不是律师问你问题，然后你们回答，也更不是律师替代你回答问题。因为少数的情况我可以提供比较大的帮助，其他的人更多的帮助都是在面谈之前，就是做面谈培训。座位是准确的，可是呢，就是该做的事情是不准确的。我从到了问话 ，right， 我就有作用了 ，OK， 我从到问话 ，right， 我就会跟我客人讲 ，right， 排队，然后呢 ，right， 直接就是说我在 ，OK， 这样子 ，right， 才会早点开始被叫。因为我的客人往往要等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在被叫之前，因为他们的案子通常是很厚，官员是在当天才看这个客人的案子，而且当天才选好官员来做这个问话，所以不是说之前就准备谁会做哪一个官员来处理你的案子，所以这些都是当天，因为你有可能不出现，所以他们就不会就是提早做这种准备，所以这些都是当天，所以我的客人往往要等很久，所以就是说说我已经到了这样子，他们就可以早点开始就是等了。Right， 虽然我都是准时的，可是呢，这就是第一个作用 ，right， 而且都是直接在那个里面等，不要说在外面或在门口啊，就是这些都是会错过对方或者拖时间，然后也是说要带谁啊，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啊，因为心理上的很多次呢，申请人一定要带 ，right， 因为如果没有申请人呢，你连问话都不能问。那至于就是其他人呢，孩子呢 ，right， 往往我会叫他们带，因为是一个精神上的帮助。那我的存在对客人来讲，也是一个最大的精神上的帮助，因为他们已经是很慌了，这个事情对他们很重要，所以我的存在，再加上最近都有被抓的问题了，所以我的存在陪着他们是一种心理上的帮助，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心理上的大的作用了，去问话的时候。然后呢，最近呢，这种结婚绿卡的人都是被分开问话，做 Stokes interview。虽然 Stokes 那种刻薄的问话是有限制的，有法律的限制的，可是呢，最近呢，全美开始就是都要这样子做 Stokes interview。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反对了，就是有任何说程序上的问题不该发生的，因为我常去问话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反对啊，而不是就是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。有一次来，我问话问到来那个官员都火了我客人了，然后直接把我们赶出去。那我就问他说什么时候把我们叫回来了，他就会把我们赶出去。赶出去之后呢，我马上就是去找一个上司来找一个上司来帮我们。来看着，来问他们问上司问他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呢就过了一阵子呢，就被叫回去了，然后借口就是说那个官员需要一个 break， 可是其实就是那个官员就是很火到把我们赶走，可是后来那个客人也是批了，其实吵起来来，往往结果是批准，以我的经验来，来还有啊，有一次呢就是
就是我经常要叫经理过来、上司过来 ，OK， 这个官员问的很夸张的问题 ，right， 问到那种性方面啊什么的 ，right， 就找上司过来，这种东西是不能问的，而且人也要自愿的想要回答，可是这本身就是不应该问这种问题，哎，因为虽然这种可以证明真实性，可是呢，我们也是有移民官员也要有 ethics 的，就是道德。然后太隐私了，然后呢，就是太多次有这种事情，就是你说一个律师去的话，应该是要维持这个法律的尊重，可是呢，很多律师就是连都不懂什么是该做或可做的，而且又怕一方面怕，因为他不知道。所以就是最好就是不要说话，因为怕，因为不知道，新手 ，right？ 第二呢，就是不说话，因为怕得罪官员。可是像我这么多年下来了，这么多问话了 ，right？ 就是你碰到的官员会不同种类，不管是那种。在纽约啊，所谓的善于或者不善于的，我觉得全美国来，我去了不同的地方，有好有坏的人，而且人都是个别的 ，right？ 就是他碰到你这个客人，他的那种化学反应是怎么样，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都会就是按照我碰到的官员而调。我如果碰到一个官员就是叫我闭嘴，不喜欢律师讲话，哎，那我会等到他自己点我，而且往往他会点我，因为看得出来我是懂的。我的客人的案子通常是很复杂，他不叫我救命的话，他自己根本就是搞不清楚案子，要看2箱的资料的话，他会比较难过，所以都会来找我求救的 ，right？ 所以这个是那些我帮助到的，因为我的目的 ，right， 是帮助官员来批准我的客人。对，那种官员就是很善于跟我沟通的，也有好几次就是直接跟我讲话，我的客人都没有讲话，也有好多次这样子的。我还要提醒官员 ，OK， 我客人要签名那个 I-485啊，就是有来过问话啊，我客人需要做这些啊，对不对？就是然后结束的时候啊，还需要那个通知说接下来会怎么样啊，所以都有很多作用的。我有一次来，就是在加州，光坐在那里，因为我同时有2个客人，一个接着另外一个，而且我还特别飞过去。我光坐在那里来，刚好是一样的官员，先问话第一个，然后后面第二个，就我第二个就比较顺多了，就是因为就是看到我多了，然后就是相信我，所以很大数来是那个官员如果相信这个律师的话，这个问话。就比较顺畅了，因为他也不想做错，其实，而且移民局的官员不是 ICE 的官员，他们是比较偏向给予的，所以他们选择那一行的工作。虽然现在 Trump 有一大堆规则给他们来变得比较凶悍，对于移民，可是他们本身的人是善的，所以呢，我多半碰到的是善的，而碰到善的话，就是要一个方法 ，right？ 当然碰到坏的也蛮多的，碰到坏的话有另外一个方法，所以这个都是经验所累积的，不是说没有作用，很有作用，而且是一个 skill。而且我记得有的时候移民局他们有的那个翻译也经常出错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 Jenny 也经常要当翻译啊，就是他们问话每一次来通知上都会写说你要自己带翻译 ，OK， 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想省钱，因为如果要电话上他们要打给，他们都有，不管是任何移民局的办公室，在全美任何地方，大都市啊或者偏僻的地方，都能打个电话给他们的 contractor， 他们有专门的翻译的 contractor， 可是他们不想花这个钱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说，你带翻译啊，带翻译啊，怎么没带翻译啊？所以呢，
我就是最坏的，就是叫 Jenny 电话上翻译，所以 Jenny 也当了很多次的那个翻译了。然后，可是 Jenny 是从来不出错的，可是呢，他们的翻译呢都经常出错 ，right？ 有时候我都要跳进去来纠正，要么是纠正那个问题，要么是纠正那个答案。然后翻译都会很干我，就是我翻译的是对的啊，然后我们往往是会吵起来，就是我跟翻译吵起来，因为翻译就不要认他自己是有错，可是呢，我必须要纠正，要么我要让官员知道这个是翻译的错误，而不是我客人讲错了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有双语言的律师的一个很重要性的问题，而且也要敢讲话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老外，他可能应该是苏联人嘛，那国语讲的真的比我好，可是呢，是好像没那个胆，或者没那个经验。好，我要去做事了。我在每个节目之后会说我们这样子讲话，我分享我的意见，这个不是法律的咨询。如果你想咨询你个人的案子，你可以跟我们联系来咨询。可是我这样子的讲话不建立律师客人关系，我并不知道你是谁。可是我很欢迎你有什么问题来跟我咨询。我希望这些节目都有对你有帮助。我们还有 Jenny 花很多时间来做这些视频，所以呢，希望你们能学习到东西，然后能比较聪明的做移民的决定，特别是在这个年代，就是移民是特别重要的。所以呢，重视自己的案子，然后长知识来做对的选择。谢谢王律师。那如果大家要咨询自己个人的案子，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，纽约电话是718-353-9264，或者加州电话626-396-9264。王俊宇律师有20年的移民经验，是移民的法律专家。我们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。另外，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也可以订阅我们王俊宇律师楼的 YouTube 平台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